各位，我出事了，很多人都在笑我啊。当我刚说完自己现在持有大量美元的时候呢，前段时间这个沙特居然突然宣布将会终止跟美国的石油美元协议，然后很多的专家都出来说美元很快就要一文不值了，所以我应该很快就要破产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曹医生。以前全世界都非常缺石油，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呢，石油就好像一个国家的血液一样，你没有了石油就等同于你的国家没了血，就是说你发展不起来嘛。而当时突然间在沙特这个国家里面就发现了天量级别的石油，所以全世界的国家呢都买了飞去沙特的机票，需要买下他们家的石油。而沙特当时呢就摇摇头笑了笑，说自己跟美国签了一份石油美元协议，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日本想要买我沙特的石油，你不要给我日元，你看你这日元最近疯狂的暴跌，我拿石油来换你这不断贬值的货币，不就是嫌弃自己的钱太多了，想要找个方法让自己穷一点，跟大家贴近一点吗？所以我沙特卖石油呢就只收美元，因为美元呢是全世界公认汇率最稳的国家，也因为这样全世界想要买石油就只能先把自己的货币先兑换成美元，然后才能用美元去买到我的石油，也就是等同于说全世界明明需要的是石油，对吧？谁想要美元啊？不就是一张纸吗？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协议，一瞬间这些国家就跑到了美国的银行面前，说求求你啊，给我一些美元吧。这个呢就叫做石油跟美元挂钩。也因为这样，当大家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他们只需要打开印钞机，然后就拿着刚印出来的钱走到你面前跟你说，你不是想要美元来买石油吗？来，你把你家的土地卖给我，我给你美元不就好了吗？所以全世界就被迫拿出自己国家的资产去换取美国资本家刚印出来的钞票，这呢就叫做美元霸权。简单来说呢，卖石油只收美元这件事情就让全世界很想要拿到美元，也让美国的资本家可以透过操控美元来操控整个世界。而现在这个沙特说不跟美国签这一份石油美元协议了，等同于说石油要跟美元脱钩了，意思呢就是说以后我卖石油了不一定要收美元了，你现在还真的可以付我日元，那美元肯定会崩盘的。真的是这样吗？结果这个消息在6月7号一出，正当我想要卖掉美元的时候我再看看美元指数，这居然上涨了。这不可能啊，这唱衰美元的消息一出，我的美元反而更值钱了。我当时在日本吃个拉面，我瞬间都要多加一个鸡蛋。为什么？因为鸡蛋好吃啊？不是，因为这个新闻是假的。沙特根本就没有说过要终止这份协议，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份协议，那没有的东西要怎么终止呢？所以市场上我们比较聪明的投资人反而会加大力度的去买入美元，因为这根本不是唱衰美元的消息，反而是美国的资本家为了提高美元的价值，精心布置的一盘新的大局。听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迷糊，石油跟美元挂钩是假的吗？难道那些经济学的教授在学校乱教吗？最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在说去美元化，大家都说不用美元了，结果全世界的货币就只有美元是升值了，大部分都严重贬值了。钱贬值了就等同于你辛苦赚回来的钱都在缩水啊。所以我们下半年应该要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好，首先这个石油美元的协议是假的，那是不是就代表说石油跟美元挂钩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呢？今天我跟你签了一份合约，我可不可以不遵守合约里面的规则呢？比如说今天我借了你的钱，给你写了一张欠条，那是不是说我一定就会把钱还给你呢？我不还你能怎么样呢？小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那你长大之后要告法官吗？而国家之间我不遵守合约，你又能怎么样呢？你要怎么告我呢？同理，我借了你的钱，没有写欠条，那我是不是就一定不会把钱还给你呢？我有没有可能会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借了我100万，我成功之后还你1000万，所以协议合约都不代表什么的。我们出来做生意，被违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见怪不怪，对吧？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长大了就成熟一点。真正能让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去履行承诺，靠的不是协议跟合同，而是利益跟痛点。
也就是说，这份协议存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以及痛点存不存在，现在还在不在，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能听懂吗？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一层一层的剥开，才能找到底层的真相。为什么美元要跟石油挂钩呢？很简单啊，因为这样就可以维持美元霸权啊。那美元霸权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收割全世界啊。那如何收割呢？搞一个东西叫全球化。大家有没有试过搞聚餐？每个人负责煮一道拿手的菜，比如说你煮鸡翅厉害一点的，那么你就负责煮鸡翅；我煮牛排厉害一点的，那我就煮牛排。然后呢，他就煮蘑菇汤。那么当我们都煮完了以后呢，就可以各自把菜拿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着吃。这个呢就叫先分工，然后各自做自己擅长的事，然后再把成果拿出来交换。其实全球化呢就是这样的，你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有丰富的资源，那你们就负责资源，然后你中国、印度、越南等等的国家生产成本低一点的，那你们就负责生产。最后我们美国这种已经发展的国家呢，我们有钱，我们就负责给你们项目和生意，你们做好的东西呢我们来买，然后我们来卖。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名牌包包是怎么来的，比如说从资源国非洲好了，就负责供应牛皮，然后把牛皮呢运到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由他们去生产，最后呢就是运到已发展的国家，比如说欧美的名牌店去卖。这个呢就叫分工，每个国家呢只做自己擅长的事，然后呢就是交换。因为各国之间的交易呢不可能说我非洲人卖牛皮，然后你就给我印度的货币，我拿着你印度的货币干嘛呢？对吧？所以当时美元呢就先找到黄金挂钩，说我们美元呢就等同于黄金，只要拿着美元呢就可以在我们美国的银行兑换黄金，这呢叫金本位。所以美元呢就成为了全世界交易通用的货币。你看到的电影那些毒贩、军火商之间的交易都是用一箱箱的美元的，所以每个国家赚到的钱呢实际上都是美元。这时候呢，我非洲卖资源的拿了一堆美元，就可以从其他国家买我这个国家没有的东西，比如说进口一些外国的衣服车电脑之类的，这样呢就可以维持我们这个国家的运作。就是说今天我整个国家可以不生产电脑，我只生产牛皮，然后呢我只卖牛皮，赚到美元之后呢就可以在其他的国家买电脑了。其实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上班赚钱，赚到钱了就可以买其他东西了。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点钱剩下来作为储蓄。国家呢也是一样的，当每个国家卖东西赚到美元之后呢，其实也要存下一大部分的美元作为储备，等到有危机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用，这个叫做外汇储备。而国家赚到的美元呢，其实跟我们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很难花出去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有钱了就可以买房了，但是一个国家有钱了，他不会去买房的，因为土地矿场油矿都是他的，他也不会说我来买个车享受一下，所以最多呢就搞基建，造福一下国民。而且他赚钱呢也没有用，国家的目的呢是让老百姓有钱，因为老百姓有钱了，这样就会增加税收。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呢，钱没有那么的重要，而且他们可以投资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少的。那这时候美国资本家就说了，没事的，美元在你手上，你这钱呢放着就会发臭发霉的，也不会变多，而且你不能保证你跟全世界做交易呢你一直赚钱万一来个天灾人祸，你的牛都刮掉了，没有牛了，那你怎么卖牛皮呢？所以不如这样，你把这美元呢借给我，我给你每年稳定的2%到3%的利润，到时候你急着需要用钱的时候呢，你把我的欠条卖给其他的国家不就好了吗？你看我美国不会赖账的，除非我灭国了，那这个几率呢比宇宙灭亡还要低，对吧？所以很多的国家呢就把钱借给了美国，不管是真的为了这点利息也好，为了跟美国打好关系也好，甚至说是屈服也好，总之呢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就把很多赚到的美元呢都借给了美国，也就是买了很多的美债。买美债呢其实就是借钱给美国所以你听懂了吗？美元霸权的真相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美国把那些累死累活的生产工作交给你们这些制造国来做，那些我没有的资源呢交给你们资源国来开采，然后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呢都卖给我，我付你美元，然后我再用很低的利息呢把自己花出去的美元都借回来收回来，然后再用这些美元去买你们国家的东西。而且你们卖的东西呢不能卖得太贵，因为还有其他国家跟你竞争，你负责生产衣服的卖得太贵了，那我就转移生产地不在你这边生产了。
所以美国的资本家一直想要维持的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就靠玩金融呢就可以吸走全世界的血，但借钱呢还是要还利息的啊。美国每年付给其他国家的利息是怎么来的呢？印出来就好了。我也讲过很多次了，美元后来就取消了跟黄金挂钩，想要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我借你100亿，每年才给你2%的利息，那我每年就印2个亿给你就好了啦。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不想要用美元了，因为很不公平啊！你打开了印钞机，就可以把我国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不费吹灰之力全部买走了。也因为这样，美国就发动了工业革命。开头也说了，所有的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呢，就必须要石油，所以呢，美元就想办法跟石油挂钩。而像沙特这样的资源国呢，就好像被上帝诅咒了一样，他们搞不起工业的。很简单，他们卖石油就好了，我直接就赚钱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搞工业呢？搞工业不要投钱、投人力、物力进去吗？投了资源进去，难道就不会失败吗？就好像你是富二代，你花钱就好了，为什么要去上班呢？我卖石油就赚到钱了，我直接花掉去买台法拉利了，而且还要在上面镶个钻石啊、黄金啊等等的。因为呢，他们还是王朝机制，利益呢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他们只要是皇族有钱就可以了，而像沙特这样的资源国呢，却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他们因为工业水平不高，军事的力量呢也不强，所以当时经常就受到战争的威胁。政治啊那些呢我就不说了，什么冷战之类的。重点是沙特它需要的是安全，需要的是武器，需要的是保护。而这时候呢，美国就走了过来，跟他说：“你要安全保障吗？你看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给到你。”但是我们就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借美元给我们。也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要求过沙特，他们卖石油一定要用美元来交易，他们只是要求沙特买美债罢了。为什么？因为借美元给美国，第一件事情就必须要先有美元啊，没有美元那怎么借？那美元怎么来的？卖石油的时候只收美元不就好了吗？所以根本就没有协议说什么沙特卖石油一定只收美元，也不需要什么协议。其实沙特他从来都可以选择不收美元，收港币、收日元都可以的，只是说美国的资本家早就已经把游戏规则卡死了。他利用了沙特的痛点，就是军事不太强，还有利益就是沙特收美元的话，可以轻松的买到其他国家的东西，借钱给美国呢，还可以被动的让资产增值等等。就是这样，石油才跟美元无形的挂钩了。所以你会发现，美元这一期的升息呢，导致了全世界的钱都涌进了美国的银行，而银行呢就必须要把钱增值，否则是无法支付昂贵的利息的。也因为这样，钱就都涌去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了。所以我们年头购买了美股，哪怕你闭着眼跟着买个指数的 ETF， 你现在的回报呢，至少都有个30-50%的。因为美股呢，就是美元的蓄水池。水太多了，就必须要流进美股里面。过去这200年里面，你拿着1美元的现金，你现在呢，你这1美元就会贬值到5分钱。而如果你投进去美债，你这呢就会变成1650美元。但是如果你投进去美股，它将会变成106万美元。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学习投资股票呢？这就是少数可以让我们活到100岁依然可以赚钱的方法。而股市里面呢，很多人说股票赚钱靠的是心态。实际上呢，心态在牛市的欲望，还有在熊市的痛苦面前呢，都是不堪一击的。而唯一可以让我们克服人性的方法呢，就是规则。透过规则呢，可以让我们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去进场买入。透过规则呢，可以让我们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会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和方法，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所以呢，你会发现沙特不续签石油美元协议，这个新闻呢是假的。那为什么这种假的新闻可以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出现呢？
就是为了推升美元的价值啊。这个叫做知黑式的洗白，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当你想要洗白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需要故意制造一个很容易被辟谣出来的新闻，然后去抹黑它。但是这个新闻呢，要跟一些真实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一起发布。也就是说，这件新闻里面呢，有些东西明显是假的，但也有很多东西是真的，真真假假的。这样呢，当所有人都出来辟谣的时候呢，到时候不但把假的内容都辟谣了，连真的东西呢也会被辟谣的，然后就会把整件事洗白了。比如说今天啊，你杀了人了，那这件事呢是真的，那你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没有杀人，那么你就可以到处的宣扬说你杀了人，同时也吃了屎，也是特朗普的爸爸，巴菲特呢是你的徒弟。那么当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在说谎，甚至觉得你有精神病的时候呢，那你杀人的这件事情呢也不会有人信的。同理，沙特不续签石油美元协议是假的，但他加入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是真的。简单来说呢，沙特卖石油是可以收其他的货币，这件事是真的。他想要去美元化呢也是真的，但这些加起来之后的新闻呢却是假的。这样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可以继续的证明石油跟美元挂钩这件事情呢是依然存在的，所以美元很快就涨了啊。但沙特想要去美元化这件事情却是真的，难道他就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了吗？其实沙特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已经得不到什么保障了。很多时候呢，美国的保护其实就是给你提供武器啊，帮你经济制裁敌人啊，实际上不会派人真的帮你下场打的，因为打仗是烧钱烧人啊。现在美债这么大的一个洞都还没有填上了，还帮你烧钱烧人吗？而且美国研发的页岩油代替了沙特，成为了石油第一大的出口国。也就是说，美国他自己呢在全世界到处的卖自己研发的石油，同时呢却要限制沙特不能生产太多的石油，不能卖太多的，然后呢就让全世界的人都只跟美国买，钱呢都只给你美国赚了。尤其是当年特朗普上台，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美国优先，所以疫情的时候呢，沙特就直接把石油从100块降到30块美元，直接跟你打价格战。最重要的是，自从08年之后，美国的资本家就开始了印钞机之旅，只要钱不够花，就直接去印，他只要印钱就可以买下你沙特的石油，然后呢，你还要把钱接回美国，这就相当于在蚕食沙特的资产啊。而更重要的就是，美国现在都是靠新债来还旧债了，因为旧债已经还不起了，所以就只能接新的债来还旧的债。但是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借钱给美国了，美国还不起债呢，就可能会毁约，这时候呢，美元就会一文不值。那么萨利森，为什么你现在还持有大量的美元呢？你不问美元会一文不值吗？首先第一呢，沙特他现在虽然是接受了多几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买到他们家的石油，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不收美元啊。沙特如果不收美元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美元一文不值呢，先不说沙特国库里面都是美元，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在沙特是有驻军的啊。这个呢我就不解释了。所以你会发现，沙特就算答应接受其他国家的货币来买石油，但是对石油跟美元挂钩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呢？我告诉你，你现在飞过去沙特买石油呢，你还是会用到美元的，因为美元呢还是全世界流动性最大的货币。你沙特想要在其他地方买东西、投资东西呢，你大概率还是需要用美元的。所以沙特它并不是不需要美元，它只是想要去美元化，能不能去成功呢？也说不定，只是给美元添加了几个竞争的对手。而就算真的去美元了，那也是很长远的事情。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说过，我呢也不会长期持有钞票的。这里注意听了，因为我要公开我最近的资产布局。首先，钞票呢是会贬值的，因为是有通胀的。因为美元是可以随便印的，所以我不会长时间大量的持有现金。大部分的情况呢，我都会用现金去买资产，比如说房地产，尤其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租金的收入啊都是在提升的，每个月都会为我带来稳定的租金、现金流还有被动收入。所以我自己现在40%左右的资金呢，都是投在房地产上面的。而且我相信降息到来的时候呢，我这些抄底的房子呢，可能会有一波的拉升。然后呢，我有10%到20%的资金都会投在买实体黄金上面作为避险，因为我确实也相信美债和美元呢也会有一天会崩的，就算不崩了，长期来说也会是不断贬值的。而黄金呢却是反过来会不断升值，这么多年呢都是一样。
那么这两个资产呢，基本上我都是长期持有的，只要我赚到钱了，我就会买，就算短期上有什么价格上的调整呢，我都不会管的。因为一个是避险的资产，一个呢是可以为我带来稳定和增值的现金流。那么我剩下的40%-50%的资金里面呢，一般来说我都会拿10%作为我公司的备用资金，甚至说家里有什么事都可以拿出来应急。然后5%左右呢，就是生活的消费，也就是说我以前大概会持有15%左右的现金，剩下35%呢都会拿去短线的投资股票啊、比特币或者是外汇期货、纸黄金等等。但是在前段时间呢，我卖掉了大部分的美股、比特币还有纸黄金，因为我从年头开始持有了这段时间，大概4-5个月吧，已经让我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利润。之前的影片也有说，包括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持有了40-50%左右的现金，而且是美金。为什么？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卖美股呢不代表我不看好美股，美股依然是牛市，依然是在上涨了，只是说交易变得困难了，很多的股票呢都在下跌，我的止损呢也变多了，那么我就会在这段时间选择减少交易，因为很简单，我们只会取易不取难。前段时间呢，我闭着眼买都能够赚到钱，那利润很不错的时候，我保住这些利润不就好了吗？我都赚钱了，为什么我就不会拿着我赚到的这些升值的美元兑换成疯狂贬值的日元，然后去日本买一下贱卖的东西吗？那赚钱的意义是何在呢？而且我并不是不买美股，只是现在我不会那么公开告诉你我买美股和选股的策略，因为很简单，都说了，交易变困难的时候呢，而无数的人又是新人又是新手，对于我们的方法呢都是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买了，然后你跟着去买，最后我和我的弟子都赚钱了，只有你亏钱了，那你不就会来找我算账吗？那我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吗？我的弟子获得结果呢，就是对我投资方法最好的证明，我只需要对他们负责任就好了。所以你的愿望呢，如果只是每个月额外多赚2-3倍的薪水，不会说下班了以后呢，马上要换这个便利店的制服，然后去这个餐厅做适应，因为这样呢不是赚钱了，只是说你在卖血而已。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就要选择一个在股票、比特币、黄金里面有结果的师傅，然后学习他的方法，一转身过来呢，为自己所用。那么现在你可以选择用你的时间完全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而我现在选择持有大量美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相信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美元在短时间里面会继续的升值，而全世界的货币呢和资产呢都在不断的贬值，甚至有机会会拉爆其中1-2个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现金为王了。在降息之前呢，美元是我短期认为最好的选择。但是问题又来了，你会发现拜登和特朗普当总统呢，基本上都是反过来的。如果之后特朗普当总统了，所有会涨的东西呢，可能就会变下跌了；会下跌的东西呢，可能就会变上涨了。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如何提前的去布局呢？只能下一集细讲了。所以你预期下一集的影片呢，将会是非常丰富，因为呢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